把宇宙138亿年的历史压成1年。元旦0点是大爆炸，太阳系9月初才形成，地球上第一批人类出现在12月31号晚上11点以后。你现在站着的这一刻，大概是午夜前最后几秒。人类全部的文明史，在这个比例里，不到2秒钟。你说这是多长的一个故事？好，咱从头说。138亿年前，你站在宇宙现在的位置，什么都没有，不是黑暗，不是空旷，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连没有本身都不存在。然后一切从一个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起点开始了。不是爆炸，不是燃烧，是空间本身开始膨胀。物质在膨胀里诞生，能量在膨胀里扩散，温度在最初的1秒钟里从10000亿度往下掉。没有人站在外面看这件事，因为根本没有外面。宇宙就是一切，膨胀本身就是那时候唯一发生的事。最初几分钟里，质子和中子撞在一起，形成了最轻的原子核氢和氦。那时候宇宙是一锅滚烫的等离子体汤，光在里面走不了多远，不停被散射回来。整个宇宙对光来说是不透明的，是一团发亮的雾。大约38万年后，温度降到了3000度左右，电子开始和原子核结合，光第一次可以自由穿行，宇宙突然变透明了。那一刻释放出的光，至今还在宇宙里传播，就是今天科学家探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你如果有一台灵敏度足够高的收音机，调到某个频段，听到的那一点点静电噪声里，有一部分就是那束光的余温。但光和气体并不够，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引力。宇宙早期物质的分布不完全均匀，某些地方密度稍微高一点点，引力就从那些地方开始往里拉，越拉越多，越压越密，温度越来越高，最终点火了。第一批恒星就是这样诞生的，大约在大爆炸后几亿年。你如果站在那时候的宇宙里，会看到一片黑暗中有稀疏的亮点开始出现，那不是普通的光，那是宇宙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光源。那第一批恒星个头极大，燃烧极快，生命极短。它们内部的核聚变把氢变成氦，把氦变成碳，一路往下烧，烧出了越来越重的元素，一直烧到铁。铁是核聚变的终点，烧到铁之后，恒星就维持不下去了，然后它们爆炸了，以超新星的方式把自己炸碎，把内部锻造出来的所有元素抛进宇宙空间。你体内的铁，你骨头里的钙，你呼吸的氧，全都是在某颗死去的恒星内部被制造出来的，然后随着它的爆炸散布出来，最终在几十亿年后组成了你。恒星死了，才有了你活着的原料。宇宙就在这种死亡和诞生的循环里慢慢演化。一代恒星死去，抛出的物质被引力重新聚集，形成下一代恒星。下一代恒星里有了更多重元素，可以形成更复杂的行星系统。大约92亿年前，宇宙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半的历程。银河系里某个不起眼的悬臂上，一团气体和尘埃开始收缩。这没什么特别的，类似的收缩在宇宙各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这一团的收缩最终点燃了太阳。太阳点火之后，周围剩下的残余物质没有散掉，开始围着它旋转，颗粒碰颗粒粘在一起，小团块撞上小团块，合并滚大，像雪球越滚越大。每一次碰撞都带着热量、高温和爆炸，持续了几亿年。地球就是从这场混战里慢慢长出来的。你千万别把这个过程想成安静的凝聚，那是几亿年连续不断的暴力碰撞。地球刚长成的时候，表面是完全熔融的状态，你踩下去，脚下是流动的岩浆。任何你认识的东西放在那里，都会在接触的瞬间蒸发消失。那个阶段叫冥古宙，冥就是冥府的冥，字面意思是地狱，名字起得很准。但地球内部从来没有闲着，随着温度慢慢分层，较重的铁和镍往中心沉，形成地核，较轻的硅酸盐物质浮在外面。
试图凝固成固体，但每次刚凝固一点，新的撞击又来了，把表面打回熔融状态，冷了又融，融了又冷。地球就在这种折腾里慢慢摸索自己的形状，稳定下来，站住了太阳系里这个位置。但它的麻烦才刚开始，地球还没来得及冷却，一场正面碰撞就来了。对手不是小行星，是一颗行星，它叫忒亚，大小和火星差不多，有自己的轨道，有自己的内部结构，是一颗货真价实的行星，不是随便一块石头。太阳系早期极度混乱，天体之间的轨道互相干扰，忒亚就在这种动荡里慢慢偏离了自己的路，越来越靠近地球，最终无可避免地撞上来了。你想象一下那个规模，不是一颗陨石，不是一座山那么大的石头飞过来，是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的行星，以极高的速度正面撞击。两颗行星级天体对撞释放出的能量超出你平时能感受到的任何尺度，整个地球相当于被融化了一遍。撞击之后，大量熔融物质被炸飞出去，忒亚自身大部分被打碎，两颗天体的核心部分合并沉入地球内部，剩下的碎片在地球轨道附近形成了一圈尘埃和岩石云。你以为这些碎片会飘散进宇宙，消失不见，但引力还在。那些碎片开始互相吸引、碰撞、合并，几千万年后凝聚成了一个球体，就是月球。月球是地球被撞碎之后拿自己的碎片重新捏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一件用其他理论很难说通的事：为什么月球内部铁含量那么低？因为撞击时铁基本上已经沉入了地球核心，被炸出去的主要是外层的岩石，月球就从这些岩石里长出来，自然铁少。这场撞击还带来了2个意外的礼物。第一个，它把地球的自转轴打歪了，大约23.5度，就是这个倾斜角，让地球有了春夏秋冬。如果地轴完全垂直于轨道面，就没有季节。赤道永远烈日当头，两极永远冰封，气候单调得多。第二个，月球的引力压稳了地轴，没有月球的话，地轴会在漫长时间里剧烈摆动，气候在极端之间反复翻转，冰封和灼热交替出现，生命很难在这种动荡里站稳脚跟。一场几乎把地球打碎的撞击，最后阴差阳错给了地球气候稳定的基础，代价极大，结果出人意料。但接下来等着地球的不是平静，是一场持续了几亿年的陨石雨。大约41亿年前，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发生了迁移，这个变动像推倒了一排骨牌，把大量原本待在外太阳系的小行星和彗星甩了出来，其中一部分一路飞向内太阳系，飞向地球和月球。你站在那时候的地球上，天空不是平静的，每隔不久就有亮光划过，然后是轰鸣和震动。陨石不是偶尔落一颗，是持续不断往下砸，大块小块砸了几亿年，地表刚冷却凝固的薄薄岩层，一次次被新的撞击打碎重融。月球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环形山，大多数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地球同样被砸得千疮百孔，只是后来地质活动太活跃，那些痕迹大部分被抹掉了。这段地狱般的历史，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地球上的水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来的。彗星里有大量的冰，含水的小行星里也有结合水，这些天体一批批撞进来，把水带到了地球。与此同时，火山活动从未停止，高温岩浆把地下封存的水蒸气不断往外喷，水蒸气升到高空，冷却变成雨落下来。2个来源同时供水，慢慢在地表积累，轰炸减弱之后，气温逐渐下降，积累在地表的水不再蒸发消散，开始真正稳定的存在。低洼的地方先汇成湖，湖连着湖慢慢连成海，覆盖了地球表面大半的面积。几亿年的轰炸，几亿年的高温和熔融，然后有一天水开始在地表站住了，原始的海洋出现了。那时候的海水颜色和今天不一样，没有氧气的大气下，海水偏向铁锈红或橄榄绿，不是我们熟悉的蓝色。
但那是地球第一次有了液态水覆盖在表面。地球从一颗火球变成了一颗有海洋的行星，有了海洋，故事就可以真正开始了。但那时候的地球，你站在上面，哪怕只是往四周看一眼，也不会觉得这是一颗有生命的星球。没有绿色，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动静，天空是橙红色的，大气里几乎全是二氧化碳和氮气，没有氧气，但生命已经在了，只是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跟我往深海走，越来越深，光线消失，压力越来越大，温度反而开始升高。在海底某些地方，有一种叫热液喷口的地质结构，地下水被地球内部的热量加热到几百度，带着矿物质从岩缝里喷出来，在冰冷的深海里形成一股股热流。就在这些喷口附近，化学物质的浓度和温度梯度形成了极为特殊的反应环境。有机分子在高温高压下发生反应，慢慢出现了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分子结构。没有人策划这件事，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纯粹是化学反应在不停地试错，试了不知道多少亿次，终于有一次试出了一个能复制自己的结构，生命的种子就这样出现了。你能想象那个时刻有多安静吗？没有闪光，没有爆炸，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只是深海热液喷口附近的岩壁上出现了一层薄薄的东西，那是最早的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肉眼几乎看不见。但那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能够繁殖的东西。那时候的生命和你今天认识的任何生物都完全不同，没有细胞核，只是一团包裹着遗传物质的脂质膜，靠吸收喷口喷出的硫化物和矿物质为生，不需要阳光，不需要氧气。科学上把这类生物叫原核生物，也就是细菌和古菌的祖先。它们个头极小，一滴水里可以容纳几百万个，但它们是地球上第一批货真价实的居民。最早的生命证据大约出现在38亿年前，从那一刻起，往后长达10几亿年，地球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改变。你站在那段时间里，什么都发现不了，会觉得这是一颗死星。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这些微生物已经悄悄扩散到了海洋的各个角落，从热液喷口蔓延到浅海，慢慢演化出不同的代谢方式，建立起最早的生命网络。有些开始形成叠层石，一层一层在海底堆积钙质结构，留下了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化石。它们就这么活着，安静地活着，一代一代繁殖，在一颗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星球上积攒了超过10亿年的时间。然后其中一种微生物做了一件改变一切的事，它学会了用阳光制造能量作为副产品，开始往大气里释放一种气体，而那种气体对当时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来说是剧毒。这种剧毒就是氧气。制造氧气的微生物叫蓝藻，阳光几乎取之不尽，蓝藻靠着这个新把戏，开始以极快的速度繁殖扩散，从沿岸浅海蔓延到整个海洋表面，铺成一片片蓝绿色的薄膜，同时不停地把氧气排进大气。你以为这是件好事，对我们今天来说当然是，但对当时地球上的原住民来说，那是灭顶之灾。那时候的微生物活了10几亿年，从来没见过氧气。整个代谢系统都是在无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氧气对这些厌氧生物来说是强氧化剂，会直接破坏它们的细胞结构，就像铁遇到氧气会生锈，只是对细胞来说速度快得多，而且致命。蓝藻每排出一点氧气，周围的厌氧微生物就往死里遭殃。这场灾难大约发生在24亿年前，持续了几亿年。大气中氧气浓度从接近于0慢慢爬升到了约21%，绝大多数当时存在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里消失了。地球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凶手不是陨石，不是火山，是氧气。而制造氧气的那个物种本身活得好好的，全程无辜。氧气的影响不止于此，大量氧气进入大气之后，
和原本大气里的甲烷发生反应，把甲烷氧化掉了。甲烷是温室气体，它减少之后，地球的保温层薄了，气温开始下降，这就埋下了后来地球大规模冻结的伏笔。但氧气也没有只带来坏消息，氧化代谢比无氧代谢效率高出许多倍。会利用氧气的生命可以从同样的食物里获取更多能量，这就意味着细胞可以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变得更大、更复杂，养活更精密的内部结构。就好比原来只能靠柴火取暖，突然有了煤，能量密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有了氧气，生命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繁荣，而是一次发生在细胞内部的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大约20亿年前，方式出人意料，不是什么平稳的演化，而是一次吞噬。某一天，一个细菌把另一个细菌吞进去了，这本来再正常不过，在微生物世界里，吞噬弱小是常规操作。但这一次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被吞进去的那个细菌没有被消化掉，它活下来了，就这么待在宿主细胞里。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它们开始合作。被吞进去的那个细菌原本擅长利用氧气产能，它在宿主细胞里继续干这件事，产出的能量一部分给自己用，一部分供给宿主。宿主细胞从此获得了一个高效的能量工厂，这个工厂就是后来的线粒体。你今天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线粒体，它们负责把氧气和营养转化成你能用的能量。你活着的每一秒都依赖它的工作。这件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有了线粒体的细胞，能量供给彻底不同了，可以支撑更多更复杂的内部结构。细胞核出现了，遗传信息被单独包裹起来保护，细胞变得更大，内部分工更精细。这类拥有细胞核的细胞和之前的原核生物彻底分开，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类型，叫真核细胞。在这之前将近20亿年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只是简单的原核微生物，再怎么繁殖，再怎么演化，基本结构没变过。真核细胞一出现，就像开了一扇新的门，所有的复杂生命从这里出发。后来的动物、植物、真菌，包括你，起点都在那一次吞噬事件里。有没有证据证明线粒体曾经是独立生命？有，而且相当硬。线粒体至今还保有自己独立的一套 DNA， 和细胞核里的 DNA 完全分开。这是它曾经是独立细菌的遗留痕迹。它还有自己的双层膜，外面一层是宿主当初吞噬它时包裹上去的，里面一层是它自己原本就有的。这2层膜记录了那次吞噬事件，几十亿年都没有抹去。细胞完成了升级，生命迈向复杂化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但外面的世界还没准备好，地球还有一场大考要先过。那场大考是彻彻底底的冰封。这场大考来得很慢，但结果很彻底。氧气大量积累之后，甲烷被氧化掉了，温室效应减弱，气温开始下降。大陆漂移改变了洋流走向，热量在全球的分配越来越不均匀，地球开始一点点往冷的方向滑。冰盖先是在2极出现，然后慢慢往低纬度扩张。白色的冰面会把阳光反射回去，吸收的热量少了，地球就更冷。更冷了，冰就更多，冰越多，反射的阳光就越多，温度继续往下掉。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一旦启动就很难踩刹车。7亿2千万年前，这个循环彻底失控了。你现在站在地球的赤道上，脚下不是热带的泥土，是冰。抬头望过去，天边也是冰，海面全部封冻，大气里飘着雪。整颗星球从北极到南极，连赤道都不例外，全部被冰雪覆盖。科学家把这个阶段叫雪球地球，名字起得很直白。地球就是字面意思上变成了一个雪球，某些地方的冰层厚度超过1000米，海水被封在冰层下面，阳光几乎照不进去。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几千万年，不是几年，不是几百年，是几千万年。那生命靠什么撑过去？一部分靠深海热液喷口，那里从未停止工作，冰封了表面，
地球内部的热量一直在往外渗，深海喷口附近维持着相对温暖的小环境，微生物就在那里蜷缩着活着。还有一部分靠赤道附近极少数冰层极薄的地方，透过薄冰还能有微弱的光线。一小撮靠光合作用为生的微生物就在那里勉强撑着。但解救地球的既不是这些生命，也不是外力，而是地球自己。火山一直在喷发，喷出来的二氧化碳一点点积累在大气里。冰封的地球表面没有植物，没有海洋来吸收这些气体，就这样积累，几千万年下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积累到了临界点，温室效应重新压过了冰面的反射，地球开始解冻。解开冰封的是地球自己一口口吐出来的气，解冻的速度极快，从长期冻结到迅速升温。地球在相对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极寒到极暖的剧烈跳跃。冰川融水把大量积累在陆地上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冲进了海洋。这片重新温暖起来的海洋刚刚接收了几千万年积攒下来的营养大礼包，里面有一小撮活过了冰封的生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营养极度丰富、竞争对手几乎为零的世界，就像整个地球刚刚重启，只有极少数拿到了入场券。被压抑了几千万年的生命像弹簧一样弹开，然后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奇怪、至今没有完整解释的一件事。5亿4100万年前，寒武纪。在这之前，海洋里活着的几乎都是简单的软体生物，没有眼睛，没有骨骼，没有坚硬的外壳，身体柔软，结构简单，在海底静静地活着，几亿年没有太大变化。然后在极短的地质时间里，一切都不一样了。眼睛出现了，牙齿出现了，外壳出现了，带钳子的，长触手的，有腿的，会游泳的，会挖洞的，各种形态的动物几乎同时涌现出来。捕食者出现了，猎物开始演化出防御，防御又刺激捕食者演化出更强的进攻。整个食物网在几百万年内从零开始搭建起来，物种数量爆炸式增长。在此之前的30几亿年，生命都以极慢的速度在演变，大型复杂动物几乎没有。然后在寒武纪这个窗口，几乎现在所有动物门类的祖先都集中出现了，之前没有，之后也再没有出现过这种密度。这就是为什么叫爆发，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上的生命密度激增。那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科学家提出了好几种解释，没有一个被完全证实。现在最主流的看法是几个原因叠加的结果。第一，氧气浓度继续攀升，达到了足以支撑动物活跃运动的水平，能量充足，大型复杂动物才能维持运作。第二，雪球地球解冻后冲入海洋的营养物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第三，眼睛的出现，这一条可能是最关键的。你想，一旦有生物演化出了感光能力，整个生态环境的规则就变了。它能看见猎物，猎物就必须演化出躲避的方式，躲避方式又刺激捕食者演化出更强的追踪能力。这场军备竞赛一旦启动，进化速度就会成倍加快。云南澄江发现的化石群，还有加拿大的伯吉斯页岩，是寒武纪大爆发最重要的实物证据。那些化石里保留了大量软体部分的细节，让科学家看到了那个时期海底的模样。各种造型奇特的生物密密麻麻，其中不少今天早已灭绝，但也有一些你能认出它们和现代动物的亲缘关系。生命在海里彻底爆发了，但海洋只是这颗星球的一部分。那时候陆地上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岩石，烈日直晒，没有任何遮挡，紫外线直射，风化的沙粒堆在一起，整个大陆就是一片荒漠。大约4亿7千万年前，一些原本在海岸浅水区生活的藻类开始在岸边的湿地里站稳脚跟，慢慢演化出了能够在陆地上生存的结构。它们长出了蜡质的表皮，防止水分蒸发，长出了原始的维管束，让水分可以在植物体内运输。
最终真正离开了水，在陆地上扎下根来。植物的根系深入岩石，慢慢把岩石分解成碎屑，混合腐烂的有机物。土壤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的。有了土壤，就有了更多植物生长的条件。植物越来越多，光合作用越来越旺盛，大气中的氧气进一步升高，陆地开始变绿，从沿海到内陆慢慢铺开。动物当然不会让这片新大陆闲着。大约3亿7500万年前，一类生活在浅海的鱼开始在岸边活动。它们的鱼鳍骨骼结构更接近四肢，可以用来支撑身体。其中有一种叫提塔利克的鱼化石，于2004年在加拿大北极圈附近被发现。它的鳍里有肱骨、有尺骨和桡骨，正好对应你上臂和前臂的骨骼结构。它可以用这条鳍把自己的前半身撑离水面。你想想那个画面，一条鱼用4个支点把自己的头抬出水面，打量着岸上的世界。那不是一条普通的鱼，那是脊椎动物迈向陆地的一步。你的四肢，你的骨骼结构追根溯源，就是从那个动作里演化出来的。登陆不是一天完成的，是几千万年里无数代慢慢适应的结果。从鱼鳍到四肢，从用鳃呼吸到用肺呼吸，每一步都是漫长的试错和淘汰。死掉的永远多于活下来的，但活下来的那些推着整个物种一步步走上了岸。到了3亿年前左右，陆地上已经有着茂密的蕨类森林，有着各种昆虫，有着早期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一个复杂的陆地生态系统初步成型。然后地球用实际行动提醒所有生物，它随时可以把牌桌掀了。从寒武纪大爆发到今天，地球发生过5次大灭绝。第一次，奥陶纪灭绝，4亿4400万年前，凶手是宇宙中一颗遥远的恒星爆发，以极高能量的伽马射线扫过太阳系，直接破坏了地球的臭氧层，紫外线长驱直入。与此同时，大陆位置变化改变了洋流走向，地球进入冰川期，海平面大幅下降，沿岸浅海生态系统几乎全部摧毁，海洋生物灭绝了约 85%。 那时候复杂生命刚刚在寒武纪爆发没多久，转眼就被砍掉了大半。第二次，泥盆纪灭绝，3亿7000万年前，凶手至今没有定论，但最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海洋缺氧。随着陆地上植物快速扩张，大量有机物流入海洋，微生物分解这些有机物时消耗了大量氧气，海水变成低氧甚至无氧状态，海洋生物窒息而死。这个方式不像一次砸下来，而是慢慢的耗，持续了数百万年。海洋物种灭绝约 75%。 第三次二叠纪灭绝，2亿5200万年前，这是地球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没有之一。那时候所有的大陆已经拼合成了一整块，叫盘古大陆，四周被单一的超级海洋环绕。单一的大陆意味着气候极端，内陆地区离海洋极远，干旱、炎热、温差剧烈。就在这个时候，西伯利亚发生了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山爆发之一，持续喷发了数十万年，喷出的熔岩覆盖了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大量涌入大气，酸雨倾盆，温室效应急剧增强，海洋酸化，海水缺氧，气温飙升。结果是什么？海洋物种灭绝了 96%， 陆地物种灭绝了 70%， 地球上的生命差点被彻底清零。科学家给这次灭绝起了个名字，叫大死亡。第四次三叠纪灭绝，2亿100万年前，大死亡之后，幸存的生命慢慢填回了空出来的生态位，一类新的动物开始崭露头角，就是最早期的恐龙。但还没等它们站稳，大西洋开始裂开，沿着裂缝喷发的一系列火山再次制造了气候动荡，把当时很多竞争对手清掉了，恐龙的对手少了，舞台让出来了。他们从这次灭绝里出来之后，开始真正统治陆地。
第5次白垩纪灭绝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在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撞击产生的尘埃遮住了太阳，全球气温骤降，植物大面积死亡，食物链从底部崩塌，恐龙统治地球1亿6千万年，比人类出现的时间长了将近500倍。就这么在一次撞击里全军覆没了。但角落里有一小撮毛茸茸的小动物，靠着种子和昆虫残存下来，它们活过了这场撞击，活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那一小撮毛茸茸的动物是早期哺乳动物的祖先，在恐龙的脚缝里，它们蜷缩求生了将近2亿年。恐龙消失后，整个地球的生态空间突然全部空了出来，哺乳动物快速分化，填满了几乎所有空出来的生态位。海洋有了鲸，天空有了蝙蝠，草原有了马和犀牛，灵长类里有一只开始在树上生活，眼睛演化出了立体视觉，手和眼这2件事给后来的一切做了铺垫。大约30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一类新的灵长类，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可以拿工具投掷、搬运、制作。直立行走也改变了呼吸，让更精细的发声成为可能语言的基础成型。每隔几十万年就会出现一类新的人种，比前一类更聪明。大约30万年前，智人出现了，也就是你我所属的这个物种。6万年前，智人开始向非洲以外迁徙，扩散到了地球每一个角落。从那团46亿年前漫无目的旋转的尘埃，到推压的撞击，到深海里第一个自我复制的分子，到蓝藻往大气里倾倒的那口氧气，到雪球地球的冰封和解冻，到寒武纪大爆发，到第一条鱼把前半身撑出水面，到5次几乎清零一切的大灭绝，最后到你现在呼吸的这口空气，脑子里转动的想法，都是这条线索在今天的延伸。你是这条线索目前走到的那个点，不是终点，是当下。地球还在运动，板块还在漂移，这颗星球的历史没有结束，它只是走到了有你站在这里的这个时刻。好，这期就到这儿。